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正正。今天我们来讲进食。如今肥胖已经成为了人类健康的头号杀手，减肥的话题也不再是女性的专属了，而间歇性进食的概念也悄然出现，听上去确实比一味的节食断食要来得更加健康。但是你们敢相信，有人为了减肥坚持进食了整整382天？对的，你没有听错，1年多没有吃东西，最终减掉了125公斤，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。这可以说是冒着生命危险在减肥了吧？那么他是如何存活下来的呢？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看看这个史上最极端的减肥案例。这位传奇的男人名叫安格斯·巴比，他来自英格兰。在1965年的时候，安格斯的体重高达207公斤，这也预示着他将面临许多健康问题。而此时的安格斯年仅27岁，身体就这么糟糕。他下定决心要改变现状，于是走进了邓迪皇家医院的大学医学系，寻求医生的帮助。最初，医生们认为严重肥胖的患者适合尝试短期进食的方法，既可以减轻一些体重，又不会这么难坚持。所以安格斯开始挑战为期40天的进食计划。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安格斯竟然坚持了下来。看来这次减肥是认真的。安格斯觉得大量的食物侵害了自己的身体，又带来了巨大的健康风险，他已经厌倦了这一切。在经历过40天的进食计划后，安格斯觉得自己不吃东西也不是这么难，于是他决定长期进食。40天已经很危险了，但安格斯还要继续冒险。所有的人都劝他不要，但是他这次的目标体重是82公斤，这还差得远呢。他决定再坚持个1年试试。与此同时，医生们很担心，在给他的身体做了一系列检查之后，发现安格斯并没有任何不良反应。换句话说，只要他能够忍受住饥饿，还可以继续进食。就这样，在接下来的382天里面，安格斯表现得很有毅力。起初他只食用咖啡、茶和矿泉水，医生们怕他坚持不住，于是又给他开了大剂量的维生素补充剂。这些维生素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，可以保证体内器官的正常运转。再后来，医生们又加入了高剂量的酵母，以维持他的消化系统健康。所以安格斯每天只服用维生素片、酵母和一些0卡路里的饮料。试想一下，咱们正常人一顿不吃就饿得慌，他真的能够坚持这么久吗？据了解，安格斯本来就职于父亲的炸鱼薯条店，但后来店铺倒闭了，所以他在进食期间几乎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面。安格斯适应得很好，他经常去医院做检查或者过夜，定期的血糖测试也方便医生监测他的进展。安格斯就这样坚持了几个月，他的身体也开始通过燃烧自身储备的脂肪来获取能量。在第92天的时候，安格斯体内的钾元素偏低，医生们赶紧给他开了钾片。通常情况下，我们从盐中获取钾，但由于安格斯不吃任何食物，所以缺钠缺钾。钾元素是人体中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，主要分布在细胞外和细胞内，以维持神经、肌肉的正常功能。所以医生叮嘱他，进食结束后要在短时间内补充大量的盐分。后来安格斯的血糖又偏低了，这是进食的正常反应，但医生们还是担心，正常情况下在饥饿期间，身体会面临许多问题，比如器官的衰竭。但神奇的是，安格斯并没有受到任何不利的影响。直到进食的最后1个月里面，安格斯才开始在茶和咖啡当中加入了少量的糖或者牛奶。终于在进食了382天后，安格斯减到了目标体重82公斤。他宣布进食计划正式结束。在采访当中，当被问到还记得正常食物的味道的时候，安格斯坦言自己早就忘记了。恢复正常之后，他的第一顿早饭就吃了一个煮鸡蛋、1片面包和少量的黄油，这与自己最初的食量相比，简直是小儿科。但是现在，安格斯已经觉得很饱、很满足了。后来，他还和自己的一条旧裤子合影，样子很是滑稽。除此之外，减肥成功后的安格斯结婚生子，还拥有了2个健康的儿子。他觉得自己好像重活了一次。在1971年版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当中，安格斯的382天进食被认为是最长的记录。然而，刚刚过去了2年，也就是1973年，一个名叫丹尼斯·盖勒·古德温的人竟然绝食了385天。他是个强奸犯，只不过他绝食是为了抗议自己被指控强奸，还被关押在维克菲尔德监狱里面。不过在此期间，丹尼斯被狱警强制喂食。根据吉尼斯官方称，截止2016年，安格斯仍然保持着不吃固体食物时间最长的进食记录，但由于担心这种极端行为会效仿，吉尼斯不再正式认可与进食有关的任何记录了。可能有些小伙伴和真正想的一样，在这种极端进食之下，恐怕也不能正常排便了吧？而且这么不健康的减肥方式，后续难道不会反弹的吗？那么说到排便，恐怕真相会让你大吃一惊。据说安格斯至少要隔37天才去一次厕所，最长一次隔了48天。但是他的排泄器官一切都很正常。关于反弹的话，进食结束后，安格斯也并没有刻意减肥，但体重起伏并不大。直到1990年9月7日，安格斯去世，他才增重了7公斤。当然，安格斯去世时才51岁，
这让很多人都开始怀疑他的死并不是自然问题，而是因为过度减肥导致了严重的健康问题。然而，关于进食，真正查阅资料的时候发现，在20世纪初，美国有个名叫琳达·哈扎德的医生，竟然饿死了10几个病人，一度闹得沸沸扬扬。琳达宣称，所有疾病的根源都是因为吃太多了，所以在1908年，他还出版了一本禁食治疗疾病的书，里面提到，想要真正的获得健康，必须要定期让消化系统休息。为此，琳达在荒郊野外创建了一个疗养院。病人们在那里被集体禁食，一禁就是好几个星期，甚至好几个月。他们偶尔被允许喝点番茄汤或者一小勺橙汁。另外，他们还要在浴缸里面接受长达数小时的灌肠。听上去这哪像是治疗，完全是虐待狂的行为。果然，数十位患者在琳达的照顾下全部去世。反对者指责他们都是死于饥饿的，琳达就是凶手。但是琳达死不承认，声称他们都是死于未公开的某种癌症。而且更令人无语的是，还有一些幸存下来的患者还在替他宣传，真的让人不敢相信，完全可以算得上是早期洗脑的案例了吧。在琳达的医学生涯当中，他一共写过3本书，都是在吹嘘自己的治疗方法有多么的神奇，能够清除体内的所有毒素，简直是灵丹妙药。后来有一对有钱的英国姐妹听信了他的谗言，住进了这个疗养院。但是眼看着他们的身体越来越差，其中姐姐偷偷联系了家人，然而等待救援期间，妹妹已经饿死了，体重还不到45斤。在1912年的时候，琳达被判过失杀人罪，但可恨的是，她服刑2年后就获释了。不过天道好轮回，在1938年的时候，琳达自己也开始尝试禁食治疗法，最终死于了饥饿。其实，在20世纪60、70年代，许多研究人员都热衷于禁食来治疗肥胖的病例，为此还发表了一项结果，指出长期禁食可能是治疗严重肥胖的有效方法。有一名患者成功坚持禁食了117天，还有几名患者也坚持禁食了200多天，但是有人在恢复禁食后就立刻去世了。因此，在安格斯禁食结束之后，医生们大多放弃了这一治疗方法。长期禁食，身体通过燃烧脂肪和肌肉，体内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变化，致命的心脏病发作几率也会大大的增加，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惨剧，实在是不可取。虽然安格斯能够坚持这么多天，但他体内的情况也是相当复杂的，没有人知道器官到底是如何运作的，人体的极限又在哪里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些案例只能表明人体的极限并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。安格斯的382天禁食过程绝对是有史以来最极端的禁食案例。当然了，小伙伴们不要误会，这不是在鼓吹这种极端的减肥方法，只能说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例子，而且是只适用于安格斯一个人的减肥方法。大家不要忘记了一个大前提，安格斯禁食前可是严重肥胖，所以他的身体比普通人更容易为进食和燃烧脂肪做好准备。但是，一旦身体消耗掉体内的脂肪储备，他也必须从食物当中获取能量，不然如何维持各种器官的正常运作呢？所以，就咱们正常体重的人来说，长时间进食根本是不可取的，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，因为这不仅会导致许多并发症，包括心力衰竭，而且后期再怎么补也很难再补回来了。所以各位想减肥的小伙伴们，不是说看了某个博主发了前后对比的照片，不考虑到底适不适合自己就能够直接冲的。如今间歇性进食的概念很火，简单的来说就是把24小时拆分，在规定的16个小时内进食，剩下的8个小时则正常饮食。在2017年，美国心脏协会指出，间歇性进食可以帮助身体修复损伤，而不会进入饥饿状态，从而带来了一系列好处，比如减肥、改善胰岛素抗体、降低心脏代谢性疾病的风险。但是对此的科学依据还有待考证，毕竟它是否能够长期可持续性进行下去仍然是未知的。因此，在尝试某种减肥方法之前一定要三思，最好是听从专业人员的建议。那在如今，不管是什么年龄段，都有许多人嚷嚷着要减肥，甚至还有人出现了身材焦虑，不惜以牺牲健康的代价来减肥，但这样只会带来无尽的痛苦。想要科学减肥，切勿跟风。说到底，如果能够调整健康的饮食方式，养成良好的运动习惯，想必也不会胖到哪儿去吧。那么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关于减肥，小伙伴们有什么经历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你们觉得本期视频做得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。我是正正，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